未来的社区、未来的家应该是怎么样的？一个行人带着一只机器狗去买菜，那个菜篮呢就在机器狗的背上。说要就地养老呢，50岁的帮忙80岁的，我们规划65%的居民呢可以在那边就业。最终我们规划住宅区什么都是为了人嘛，给大家更美好的一个生活环境。未来的城市，我们身边的机器人会不会比人类还多？家又会是怎样的感觉？带着这些问题，我找了王才强教授，他多年来投身城市规划的研究，为新加坡、中国、越南和马尔代夫等国家设计市政。这次访谈，希望他能够分享，在面对人口老化、气候变暖和科技变化不断的情况下，未来人们的住房和市政可以怎么应变？2040年后的未来巴雷巴市政，他又做了怎样的规划探讨？如果想象我们的城市现在以后这个无人驾驶啦，或者机器，我们的四周可能机器比人还多。可能啊，可能啊。我最近去了上海，在商场里面卖机器狗、机器人。机器狗很便宜啊，也就不到1万人民币，也就2000块新币嘛。我看过视频，反正就一个行人带着一只机器狗去买菜，那个菜篮呢就在机器狗的背上。这个已经在中国可以看得到。当然现在有了这 IT 越来越进步，是吧？我们现在这个 studio 的空间嘛，它有测温度的、测湿度的、测这个二氧化碳的等等都有，然后它会自动调节。这些以后的环境呢，就 smart home 里面呢，都可能就用了这些技术呢，又可以节省能源，甚至刚才说的二氧化碳的，它可以测试之后可以过滤，可以 filter 你的 PM 2.5 啊 PM 什么的，它这些都可以做得到。可能甚至有在家里呢可以 monitor 可以监测你的健康，这些应该都做得到的了。现在当然已经有这种监测老人家的，比如在家里出什么事他会告知他的家属，所以这些以后的这种技术应该是越来越进步。所以在巴雷巴这个 future town 未来的城镇，这个 car light 的概念会是什么？我们是希望这样，就比如说在一个邻里500米乘500米里面，比如说有6个 precinct， 四边有马路，中间可能就有一条2个车道的马路。这样呢，它在里面这个500米乘500米这个方格里面呢，基本上是可以说是无车的，或是很少车的。那老龄人也好，这个小朋友也好，它就非常安全了。反正在我们规划呢，就几个网络，就蓝色的网络啦，绿色的网络啦，就是灰色的这个道路啦，跟我们经常说橙色的这个人行步道啦，这个开放空间啊，都结合了。我是认为到了2045呢，肯定是很多无人驾驶了。现在在国外已经有了。所以您的概念是不是好像您也提到说，这个以后的停车场，你是准备给无人驾驶的车停在那里？它其实就可能在比较远的低土地价值的地方有一个大停车场，从那过来，你用了车之后回到家，它也就乖乖的自动的到它那个停车场去停车。所以可能在这社区里面呢，就需要停车的空间呢就比较少了。可能以后还是需要一些停车的紧急的、送货的等等。可是跟现在的这个环境比起来呢，就这个停车空间可能就少很多很多很多了。人口结构的改变，您觉得那个很大的挑战是什么？我们得做怎样的准备？人口的老龄化，这个是不可逆的趋势了，至少对新加坡来说是不可逆的。未来的老人家呢，跟现在或是以前的老人家又不一样，可能教育水平呢要高很多，健康也可能好一点，
那我们也应该考虑到未来老人的需求。对，就地养老就是甚至在自己的这个家里面养老呢，我们需要能够做到这一点。我经常说，比如说我退休，可能我需要一个我跟一些好朋友说，好，我们来开个补习班吧，给周边的这小朋友上什么课都行，反正就是说我们需要一个空间，这个社区能够提供这样的空间吗？你说啊，我80岁，我要换一个灯泡也换不了，可能在这个邻里或者在这个社区里面呢，会有一个站点呢，你打个电话过去啊，我这个需要什么？有些弱病不起的，他需要有看护的来照顾，可能就在同样这个站点呢，有看护人员定期的来照顾他。所以这些在规划上面也需要提供这些，哪里是这些站点，需要些什么人，需要有医生，有看护者，有就是刚才说的维修的一些技术人员，不要小看这个维修的这个工作人员，这个很重要哦。我85岁爬上去换一粒灯泡摔下来啊，这医药费就不知道多少了。所以换句话说，因为这个人口结构的改变，其实未来的住宅也好，或者市政的规划哈，是需要更多社区可以有社区的这种服务跟支持的。50岁的帮忙80岁的，比如说日本的伊巴修咖啡，这老年人自己主办，自己去经营咖啡一个咖啡馆，提供给社区，等等等等，这种不同国家可能有一些好的，要么是sharing economy 的这种设施，要么是老龄的设施，比如说学校。学校到了晚上或是假期呢，它可以这个改变它的功能，变成这个老年人的 Elder Academy， 或是在一些地方呢，它是 Co-working Space 旁边呢是个幼儿园或是 Nursery， 所以你可以去我现在去共享办公的一个空间，然后呢，同时带小朋友去，然后可能茶歇的时候呢，就去看看，或者家有老人的带就去老人的，看看，对，是，去。所以很多好的案例可以学习的。之前这个在研究Dover，现在还在规划，帮忙规划这个Future Palleybah Town。所以根据这2次的这个规划您有什么关键的发现吗？因为我们在研究这一方面的这种需求的时候呢，看到比如说美国的一个数字，就是说大家如果说要去这种 co-working space 他是希望在20分钟以内能够抵达。那就是说，应该是在这个住宅区附近吧，或者更好的就是在这住宅区里面有这种共享工作空间，甚至在这个城镇里面呢，它会提供很多工作岗位，所以愿意在那边工作的呢，可以在那边找到工作。我们规划65%的居民呢，可以在那边就业。如果是规划10万人的话呢，它应该有65000个工作岗位，就是有规划这样的空间。有些轻工业区它是基本上就是像办公这样，我是觉得未来趋势只会越来越洁净，越 clean， 没有什么干扰的，所以就可以在住宅里面，就在住宅里面，它也提供很多这种工作机会，当然办公楼都可以，使大家有公共空间也好，一些特别场所也好，给大家有机会来组织，或是甚至就是自发的有这种社交活动，导致各个邻里呢更加的有这种凝聚性而且这种所谓的归属感。其实我们的这个挑战，我觉得我们要应付的呢，要比很多其他国家方便多了，因为我们密度够高。你说，比如说现在在日本，你在日本的这种低密度的城镇，它要提供这种卫生服务什么服务非常难的。那距离远，人口少，
就是在这个村落或者这个小城镇，它密度低。新加坡这个我们的这种HDB， 它至少我们的密度比较高，所以要提供服务方便多了，而且我们这个组织能力还是很强的。比如说台湾，他们的这些方便性呢就很大，比如说他们 7-Eleven 或是他们这些 convenience store 吧，便利店，他们距离呢一般在居住区不会超过200至少250米的，比如说巴黎这些地方都很近的。就是说，你如果住在这里，相隔250米，你其实也就125米嘛，最多就125米。然后那些需要经常去看医生的，到哪里去？因为不可能是只靠大医院，在社区里面分散式的这种提供医疗的服务，社区活动中心、老年人去那边检查血压，碰到老朋友，我们检查了之后倒咖啡。去喝2杯咖啡，对吧？谈天，所以也可能也是在那边交换一些保健的这心得啊。人对家的定义是怎么看的？你是否有看到人对家的定义已经有不断的在演变呢？我们应该把家跟住宅呢两个要分开的。住宅更多是物理环境吧，而家呢是更多是有感情的，有归属感的，跟社区融合的。你谈到家，就是有一种温暖的这种感觉。所以我是觉得，我们以后的这个社区，不管你的家、你的住宅里面的空间是怎么样的，其实外面的空间是非常重要的。比如说，我们的一个博士生做的研究是说，不同健康情况的这些老龄人呢，他们的这生活半径吧，比较差的或者比较差的呢，可能也就在90到135米左右吧，有的到200米，可能他一天不到10%的时间是在外面，而这些身体比较好的，他可能25%的时间是在外面户外。他们时间最多是在哪里呢？是在 void deck。他们用 environmental deck， 这个比如说是屋顶花园 ，HDB 的屋顶花园呢很少，他们大部分都是在 void deck。楼下可能在 void deck 呢，他看人嘛。你知道这种有些城市呢，它有很多门禁小区，全部门禁的，就是像我们的 condo 这样，就是四面都是墙，只有一个门。我是非常不想看到一个城市只有 gated communities。比如说你去巴黎，我就不要说了哈，我在巴黎待了7年，他们都是 gated communities， 你要进去呢都要有钥匙、有密码等等的。在那样的城市呢，就完全缺乏人情味，而且就是说，你不管你那个围墙做得多美，或是绿化的多好，它还是一个围墙。所以我觉得，我理想的这个家的环境呢，还是像我刚才所说的，要很人性化的。我要当宅男也可以，我要跟社区活动也可以，交流也可以，而且呢，这个社区会提供这个住宅区会提供很多方便性，很多东西AI 都可以很方便的跟你一下就生成这些 solution。可能 architect 跟 planner 呢，可能更重要的是能够根据他理解社会、理解人的不同年龄段、提供他们这些 aspiration 跟 needs 的环境。这也是为什么你会要花这么多时间去做访问吗？是的，一定要访问的。大数据当然有它的用处，有它的用途，可是还是需要人对人和人的。最终我们规划住宅区什么都是为了人嘛，就是为了人，为了方便人，给大家更美好的一个生活环境。